近期有消息报道，美国生产的 F-35隐身战机出现了发动机抖动的严重故障，导致全球890架 F-35战机全部停飞。在我国周边的美军航母更是一架 F-35都不能用。来看详细情况。各位老铁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，我是虎哥。美军现役在产的最先进战机 F-35 最近又闹出了一次大事，五角大楼紧急下令全球890架 F-35全部停飞。因为在去年12月德克萨斯州沃斯堡一架全新生产出来的 F-35刚起飞就坠毁。在事故发生后，美军对此事进行了调查，发现战机坠毁的原因是发动机抖动。但是直到现在，美军也没有找到发动机抖动的具体原因，因此要对这款战机进行针对性的调试，以防战机再次出现事故。由于担心其他战机也出现类似的事故，所以美国现在要对全球所有的 F-35战机进行翻新维修，这个时间暂时定为在90天之内完成。但是对于采取什么方案去解决战机发动机问题，美国方面并没有给出任何说明，因为他们也不知道发动机抖动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。而美军将这全球890架 F-35停飞，那么美军部署在我国周边的 F-35现在也得全部趴窝。部署在中国近海的4艘航母更是没有一艘能够出动 F-35。没了 F-35的存在，美国想要搞事情就得掂量掂量自己够不够格了。目前美军总共在我国周边部署了4艘航母，分别为部署在横须贺的里根号、关岛的尼米兹号、大阪的美利坚号、泰国的马金岛号。其中前2艘是正儿八经的超级核动力航母，后2艘是2栖攻击舰改造而成的闪电航母。不过虽然前2艘航母吨位更大，但由于服役较早，进行 F-35的舰载起降改造有点不划算，用不了多少年就得退役，所以不能搭载 F-35舰载机。后2艘闪电航母舰龄较为年轻，所以都进行了搭载 F-35的改造，让这2艘吨位不如里根和尼米兹的闪电航母都能够搭载 F-35舰载机。失去了 F-35的这2艘闪电航母，战斗力可以说是丧失一大半，很难再前往南海耀武扬威了。而少了这2艘闪电航母的护航，美军来南海就更得悠着点了。就拿之前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在南海进行的军演来看，如果没有美利坚号和马金岛号在一旁的保驾护航，尼米兹号面对我军跟踪监视，势必独木难支。在年前，尼米兹号就在没有美利坚号和马金岛号护航的情况下来到了南海，结果碰到了山东号在南海进行演练，第2天就高速撤离南海，跑新加坡过了个年才过来。结果没想到的是，过完年尼米兹号刚进南海，又碰到了山东舰演练，还被山东舰英文喊话驱离。F-35的停飞，除了让美军部署在我国周边的海军全部拉胯之外，空军也得拉胯。虽然美军在我国周边部署的 F-35并不多，但是手底下2个小弟的空军版 F-35可真不少。日本购买的252架 F-35中，除掉已经坠毁的1架，现在已交付日本海空自卫队的有34架，韩国空军采购的40架 F-35已经全部到货，只剩下增购的20架还在交付中。再加上驻日美军部署在这儿的 F-35，差不多有90架左右 F-35停飞。如果再把海军的算上，那么美国及其盟友在我国周边的近130架 F-35已经全部趴窝。这130架的 F-35全部趴窝，除了能让我国周边海域安静上不少之外，对 F-35的生产商洛马公司也是一个巨大的损失。当前 F-35的订单都排到了10年后，特别是在国际环境如此紧张的现在，各国对 F-35这种先进战机的需求就更高了，都等着洛马公司赶紧把 F-35造好交付，好让自家空军能够尽快形成战斗力。结果 F-35之前闹停产，大大拖慢了战机交付进度不说，还3天2头的出现故障，每次故障都是坠机。这世界上也不是每个国家都像印度这样习惯坠机了。
这下谁还敢对这款战机放心？再加上之前很多国家采购美国的战机，是因为全世界只有美国能卖这么先进的战机。但现在可不同，中国完全有着性价比更高的同类型产品，并且总是能够按时完成订单，甚至提前交付。这对时间紧迫的这些国家来说，恰好是最需要的。兴许在 F-35 战机全球停飞的这段时间，那些还没拿到货的国家已经在考虑我国的战机了。本次故障即便是问题不大，情况尚可，但故障频频、毛病缠身的 F-35也势必会在口碑和后续销量上再受影响。